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求离心率相关的问题。好了，我们先看题。第18个知识点啊，我们专门想要解决一下双曲线的离心率的问题。这道题说的是，如图在梯形 ABC 对当中，题中给我图了 AB 的长等于2倍的 C 对，AE 向量是这个向量，它等于2/5倍的 AC 的向量。双曲线经过了点 C、点 D 和点 E 啊，双曲线经过了这3个点。它是以 A 和 B 为交点的，它相当于 F1， 这个 B 呢就相当于 F2。那么我当然要穿过交点的这2个交点的这条直线，我把它作为 X 轴，线段的垂直平分线，我把它作为 Y 轴，也就是 C 对的终点啊，因为它是等腰梯形吗？C 对是 C 对的终点 ，AB 的终点，它的垂直平分线我们把它作为 Y 轴，因为双曲线它是轴对称图形，既关于 X 轴对称，也关于 Y 轴对称，当然了，它也关于坐标、圆点层中心对称。好，题中让我求的是什么呀？让我求的是离心率，大家就记住啊，离心率是 C 比 A， 我单独求出 C， 单独求出 A 的值，未必有那么多的条件。可是我要找到 A 和 C 的关系，比如说2C 等于3A， 那我就可以求出 C 比 A 的值了啊，所以我要找 C 和 A 的方程。由于呢它还等于1加上 A 方分之 B 方，我也可以找 A 方 B 方啊，甚至还有 C 方它的方程。总之你要让我求离心率的值，我就努力的找方程就可以了。那你像这道题，我怎么找方程呢？我就挖掘已知，既然已知交点，这是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所以你对应的方程是不是 x 方比 A 方减去 y 方比 B 方等于1呀？这是标准方程。左交点的坐标当然是负 C 逗0了，右交点的坐标当然是 C 逗0了。那么只要提到向量，我就设坐标，然后呢，设完坐标，我才可以用终点的坐标减去起点的坐标来表达向量的坐标。所以在这里边呢，我们要设谁的坐标呢？我设点 E 的坐标。点 E 的坐标，我就把它设成 XE、YE。好，这样呢，我就可以表达 AE 向量，因为题中提到 AE 向量了。题中提到什么，我就表达什么啊，然后我再把隐含的也表达出来。AE 向量，它就等于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是向量的坐标。XE 减负 C， XE 加 C，YE 减0，YE。那么它还提到了 AC 向量，所以呢，我还想找点 C 的坐标。由于点 B 的坐标我已经设完了 XE、YE， 我如果再设，就显得这个未知数有点多了。所以点 C 的坐标呢，我决定啊，我探究一下，因为它是特殊的这个题型嘛。你看啊，我要求点 C 的坐标，我把它搬出来，这是等腰梯形，这个是 F1， 这个是 F2， 这个是 C， 这个是 D。题中说 AB 是等于2个 C 对的，这个不是 AB 吗？ AB 是等于2倍的 C 对的，所以我经过点 C 向下做垂线，经过点 D 向下做垂线，这段就是 C 对。整个 AB 是2C， 所以 C 对呢，它就占了C个单位啊。AB 2个交点之间的距离焦距是2C，C 对落到这儿，它是人家 AB 的一半，是F1、F2 的一半，所以这就是C个单位。
由于是线段的垂直平分线，显然这段等于这段，那么它就是c个单位。既然这样，所以点C的坐标，横坐标我就知道了，它是c，纵坐标依然不知道，那我就暂时设成 H 吧。我暂时把它设成 H。我必须要把它要么坐标找到，要么坐标设出来，因为我要表达 AC 向量，所以现在我就可以表达 AC 向量。AC 向量 C 是终点，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c减负c加c3c，H 减0就是 H。2/5倍的 AC，2/5倍的 AC 向量，它就等于3乘以2/2，2约掉了3c，它也得乘以2/5，2H。AE 向量我找到了，2/5倍的 AC 向量我找到了，它们俩相等，所以这个就等于这个。当然是横坐标等于横坐标 ，XE 加上 C， 它就等于3c，YE 它就等于2H。我把这个接着整理 ，XE 就等于1过去3c减5/5负的2c。XE 我知道了 ，YE 我也知道了说明点 E 的坐标我就知道了，负的2c， 2H， 点 E 的坐标被我找到了。那么找到点 E 的坐标，这个题让我求什么？让我求离心率呀。我要干什么？我要找方程啊。所以我要找方程，点 E。抓住几何特征，并用式子表达出来。3大解题思想时时刻刻都在应用，所以你看，你要把这个思想要牢牢的掌握住啊。回归定义我用不上，视而不求使用伟大定理用来求现场我们用不上，我只能用第3个，抓住几何特征，并用式子表达出来。这个几何特征，点 E 在双曲线上。既然你是双曲线上的点，所以点 E 的坐标当然满足双曲线的方程，所以我就把它的坐标带进来。那么 x 是2/5，x 的平方呢25/4c方除以 a 方减去 y 是25/4，h 的平方除以 b 方是等于1的。我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方程，把这个方程整理一下，就变成25a 方分之4c方减去25b 方分之4h 方，它是等于1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得到 a 方分之c方减去 b 方分之 h 方，把25/4提出来，然后除过去，右边就等于4/25。我现在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我想找 a 方 b 方 c 方的方程，或者我找 c 和 a 的方程，可是这个 h 是我不需要的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再看点 C， 它也是双曲线上的点，所以 C 点的坐标也满足方程，于是呢，我把 C 点的坐标也带进来，所以 a 方分之 x 是2/c，x 的平方就是4/c方，减去 b 方不动 y 是 h，y 方就是 h 方，它是等于1的。我要找 a 方 b 方 c 方的方程，所以呢，我就把 h 约掉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式子我接着变把它移过去，它就是负的 b 方分之 h 方1减去4a 方分之 c 方，所以这个叫式子1，我把它带到这里边来，得a 方分之 c 方加上，因为我换掉的是负的 b 方分之 h 方嘛，加上1减去4a 方分之 c 方，然后等于1，1和1约掉了就剩0，每一项都乘以
它就变成了4a 方分之4c 方减西方，然后等于0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得到3c 方等于0。好像哪一个数生错了哈？4a 方分之西方，把它移过去，然后是负的1减去它，然后呢，把它带到这里边来 ，a 方减西方加上1，等于25/4，这个地方写错了。加上1减去4a 方分之西方，右边是等于，我是带到这里来的，它等于25/25，给它俩通分就变成4a 方分之上下乘以4嘛，4c 方减西方是3c 方，等于把它移过去25/25减去4/4。所以我得到的是21/4，4不要了，是不要了，3和它约成7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a 方分之西方，它是等于7的。那么西除以 a 括号的平方是等于7的，西比 a 就是 e 就等于根号7，所以这道题应该选 A。那么这道题我们总结一下，它是怎么解决出来的？就是遇到向量就设坐标，然后把向量表达出来。向量相等就是对应的坐标相等，然后记住用第3个这个解题思想，抓住几何特征，并用4字表达出来。我想要干什么？我想要找方程。然后呢，我就观察点在双曲线上，把它们带到点的坐标带到双曲线方程当中，你看这不就出现方程了吗？好，这是第1题，求离心率，我们就这么求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，大家快点看，这道题求离心率的取值范围，这回不是求值了，这回是求范围。那么这道题又是在考察什么呢？这个双曲线它给我的是标准的双曲线方程，焦点是在 x 轴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快速的做一个草图，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我要画的稍微精准一点，所以我画的渐近线。那么我这条双曲线无限的延伸和渐近线是逼近，但是永远不能到达，这是双曲线的另一个分支。y 等于2，它的渐近线方程，这是 y 等于 a 分之 bx， 这个呢是 y 等于负的 a 分之 bx。我还有一条直线是 y 等于 2x， 它也是穿过坐标原点的。他问我当双曲线和直线有交点是什么意思啊？可以相交啊，可以相切呀。说老师，它能不能平行于渐近线呢？平行于渐近线，它不是也有一个共同点吗？是交点，它做不到，因为它也是经过坐标原点的 ，y 等于 2x。经过坐标原点的直线和双曲线有共同点，要么就是跟它相切，要么就是跟它相交。我观察图我只要 y 等于 2x， 它如果比它的斜率是2，它要比 a 分之 b 大，我画出来的直线是落在这种区域里的，和双曲线毫不相干。只有比它扁，因为它斜率是正的呀，倾斜角度是锐角啊，只有比它扁，你看是不是我们就相交了呀？只有比它扁一点点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相切呀？这是切点呢。无论是相切还是相交，你都要做到你这个斜率2要比它的斜率小，或者和它相等。2是小于等于 a 分之 b 的，这是我们看图
发现的，它就一定有公共点。你要求斜率的取值范围，那么要求离斜率的取值范围，离斜率不是等于根号下1加上 a 方分之 b 方吗？所以 a 方分之 b 方 ，a 方分之 b 方，因为都是正数，所以我可以直接平方，它就大于等于4。给它加个1，给它加个1，它就是5。开根号1加上 a 方分之 b 方，它是大于等于根号5的，它就是离斜率 e。离斜率 e 本身双曲线的离斜率它就是大于1的，这是1，这是根号5，又大于等于根号5，又大于1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们当然要大于根号5的，所以这道题选C。有关求离斜率呀，我们再做一个。好，大家看下一个题。我在擦黑板的时候，大家就开始思考。下一个题，双曲线它的右顶点是 A。右顶点是 A， 以 A 为圆心，以 B 为半径，做了一个圆儿。好吧，我根据题中所说，把图先画出来。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和它接近线相交，所以呢，我要画接近线，画的稍微扁一点儿，让双曲线的开口小一点儿。这就是双曲线的右分支，这是双曲线的左分支。这是右顶点 A， 这个是右顶点 A， 它的坐标显然是 A 逗零。以它为圆心，以谁的长为半径呢？以 B 的长为半径，我们去做一个圆 A， 好吧？我以 A 为圆心，以 B 的长为半径，我画一个圆儿啊。那么我就这样的啊。B 的长呢，我们是不知道的，在双曲线当中是西老大 A 和 B 的大小不确定，但是呢，他说这个圆 A 和双曲线的一条渐近线相交了，那我画的这个圆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圆儿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圆儿，这是圆心，它和双曲线的一条渐近线交于点 M， 和双曲线的渐近线另一个交点是 N， 所以这个就是 MN。那么它是角 MAN， 角 MAN， 我要把 MA 连上，把 AN 连上，角 MAN 它是60度。然后我就想，为什么要给我它是60度啊？它让我求离斜率的值，我就要找方程。你要是让我求范围，我就需要找不等式。它要给我它是60度，这是一个圆儿和直线相交被圆结的一段线，我当然要经过圆心向这条线做垂线。经过圆心垂直于弦的直线，它把弦平分了，而且还平分了这个顶角，所以其中的一个顶角它就是30度。那么它是30度，所以呢，我要找的是方程，我就可以30度角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一半，30度角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一半。它告诉我是以 B 为半径，这个是半径 B，AN 是半径。30度角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一半，显然这么一小段是2/B。那么我要找方程，我可以用等面积法来找。
S 三角形 AMN， 它等于啥呢？我可以用1/2底层高，1/2，这是2/b，这是2/b，它是 b， 底呢就是 b2/1底。高是谁呢？你看，我把这个小直角三角形把它搬出来，它是这样的直角三角形，这个是 b， 这个是2/b， 所以这个高，它就用这是直角，它呢就等于根号下 b 的平方减去2/b 括号的平方4/b方4/3，所以是2/根号3b。2/1底层高，这是它的面积。我还可以怎么求呢？这个也是半径啊，它也是半径啊。三角形 ABC 当中1/1 AB 3c啊，所以它还等于1/2。哦，它是个恒等式了。1/1乘以 b 乘以 b 乘以3以60度，3以60度是2/根号3，所以它是恒等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还得再重新找一个高，2/1 2/1 AB 3 c 2/1 b 乘以 b 乘以3以60度，这是个恒等式，所以不可以。这个求面积我不动了，这个底我也不想动了。高呢，我想变一下。高怎么求啊？这条直线是 y 等于 a/bx， 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嘛。它的渐近线是这个，它是顶点。你看，它专门告诉我 A 是右顶点，说明点 A 的坐标是 a 逗0。我要求这个高，显然它等于什么呢？它其实就是 a 逗0这个点到这条渐近线 bx， 把 a 乘过去，减 ay 等于0的距离，点到直线的距离，它就是这个高。所以根据根号下，点到直线距离公式 b 方加 a 方分之把它 a 带进来 ab， 0带进来没有了，加绝对值也不必了，因为 a 都是正数。a 方加 b 方是西方，所以它开出来是西分之 ab。那么这个高我换成西分之 ab， 都是同一个三角形的面积，那么面积相等，1/2就约掉了 ，b 方约掉了，所以左边就剩西分之 a， 3以60度是2/根号3，那西要比 a 呢？2/根号3，根号2/3，有理化乘个根号3乘个根号3，所以是2/3倍的根号3，西比 a 它就是1，所以我们就把离心率 E 求出来了。也就是你要求离心率的值，你就找方程；求离心率的范围，你就找不等式。然后从头到尾读题，挖掘已知找方程，找不等式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双曲线呢，到今天为止我们就都讲完了。具体的那些专题类型题、拔高题这个我们都要在以后要给大家专门讲专题、讲类型、讲技巧，专门给大家讲。现在呢，我们是把所有的知识点一网打尽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。